所以一个解卦如果要解卦到满分，我认为要3方面，就是一方面你的易经真的是要对每个卦你都要有理解有认识，第二个你的生活经验啊，你对周边事物的观察啊，然后你的常识丰不丰富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直觉。这个易经诞生的时代，可能就是一个使用甲骨文的时代。所以那个甲骨文所展现出来的形象跟它所包含的意义，用那个意义啊来直接解释这个经文，有时候会更贴近它的原意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现代人敢这个斗胆的说，我们有可能比古人更懂易经，我们靠的就是甲骨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甲骨文之外，我们现代人这个考古的成果非常好。一个汉代的人，他对商朝的认识不见得比我们现代人来得多。然后这个易经刚好是商朝末年，这个周朝初年，在这个时代变化当中，它诞生的一本书。所以我们现在累积很多考古上面的知识，这方面也让我们对易经的认识可能比宋代的人或可能比唐朝的人更深更多。很多看了我们视频的朋友有来问，就是说他们想要更完整的学习64卦，有没有什么管道？其实我们有，其实我们在台北、在高雄，我们都有开课啊，实体的易经班的课。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到我们乐意讲堂的脸书啊，我们有新的课程，我们会上面会做公告。那很多因为在海外的朋友啊，他也很想学，他人又不在台湾，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 Udemy 这边推出的这个课程啊，大概在2年多前，那个时候疫情还没完全结束，我们开过一次易经课。那一次易经课上了12个礼拜，我们讲了8个卦啊，就是从第1卦到第8卦，乾坤屯蒙虚宋师比啊，总共讲了这8个卦。那我们就花了很多人力去做后制，所以它也有英文字幕，也有中文字幕啊。然后这个我觉得对大家刚刚进入易经这个好像很奥秘很深很难懂的学问，我觉得这8个卦这12堂课会给你很大的帮助。那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不64卦全讲？就是我没有办法录64个卦它虽然是一个入门课而已，它虽然只讲8个卦，但是不用担心我有写一本书啊，你大概读过这8个卦，看过这个8个卦我是怎么跟大家解释的，你就知道其他的卦你可以怎么去理解你就可以参考我们这本书，就我写的这个易经白话讲座，然后以这个课程以 Udemy 这个课程当做你的入门它就可以帮助你好好把这本书把它读完，你对整个易经就会有个很好的理解。这本书是由如果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书呢，在台湾各大书店、连锁书店都买得到。如果呢，你不是在台湾，你可能在香港，你可能在海外，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有一些网络书店，比如说博客来你可以透过网络书店购买他们这个全球都可以贩售，都可以订购。我常常卜卦卜完之后，我就自己试着解卦，然后再来找老师说，我卜了这个卦，老师的想法是什么？可是我发现老师解的往往跟我解的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就是我卜一个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个同样卜到一个卦，然后你有不同的人来解这个卦，比如说5个人可能会有3个不同解法，这个原因在哪里啊？当然每一个卦有它的标准解法，就大家如果上过易经，就是每个卦有它的标准解法，可是这个标准解法可能适用在比如说70%的情况，可是如果遇到了比较特别的30%的时候，你用标准解法去硬套，那真的就是穿凿附会，这就是穿凿附会。所以中间一定要你要先找到它的逻辑，就是说这个标准的讲法跟他所遇到的这个状况中间怎么样有一个逻辑跨越过去，你要有那个逻辑帮你跨越过去。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这个逻辑我认为有2个。第一个跟你的生活经验是有关，你生活经验越丰富的话，你那个跨越那个障碍的那个能力就会越强就你找到中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就会越强。
第二个是直觉，真的，我必须承认这跟直觉有关。就是你如果哪怕你来学易经，然后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里，那么你解卦跟我解卦可能还是会有30%不一样。那个30%不一样，我觉得是直觉，因为我们易经学久了之后，你会每个人的直觉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直觉能力强，他就会累积出他对事情的一种直接的感应。他就是你叫他讲道理，他也讲不出道理，他就是直接感应这个事情就是应该用这个逻辑连接在一起。他这个没有，这真的是没有道理可讲。还好，不是每一个念头都要靠直觉，但我觉得直觉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大概可以加3分，就是对他的解卦对他解卦这个解的方式可以对对方产生帮助我觉得大家可以加3分。比如说你就按照标准的解法，可能只得5分。如果你直觉很强的话，你可以再加3分，你这个解卦就是有8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那当然你也不一定直觉是3分，你可能直觉只有1分那你用标准解法有5分，然后你再有一个1分，再加1分，然后这个你的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尝试，还有你的生活经验这部分，可以把这种标准答案的这种比较硬的这样的理解，然后跟现实生活中间的这种逻辑连接，你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这个又可以再加个几分。所以一个解卦如果要解卦到满分，我认为要3方面，就是一方面你的易经真的是要对每个卦你都要有理解有认识。第二个，你的生活经验你对周边事物的观察然后你的尝试丰不丰富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直觉，那其中就最没有道理的就是直觉最没道理的就是直觉。这个直觉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有时候比如说人家讲一句话，就是你觉得这句话是不会实现的，那人家问你说你凭什么认为这句话是不会实现你有一种解答方式，就是我凭的是逻辑推理。你看他平常是这样做事，然后今天居然讲出这句话，这跟他平常做事的风格跟他平常的那个不一致嘛，所以显然这就不会实现。好，你这部分你就是用你的生活经验，用你对他的观察，对，你就是这样子说他不会实现。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他跟他第一天认识而已，他也觉得他不会实现。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他过去做人做事是什么样的风格，他为什么今天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很直觉的就敢说这个话不会实现这答案跟那个认识他很久的人是一样。你如果问他，他可能说可能是直觉。第二个是他那个声音给你的感受就是一种不是很想把它实现的那一种声音，比如说一种频率或者一种能量，就是这个就是直觉，但常常是符合现状。那这个直觉能力就是它带有生命性，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来解释这个直觉。但是直觉一定跟这个多多少少跟长期的努力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这边的长期努力累积的越多某种程度你的直觉性应该被开发的可能性会越高，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我应该要先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再用学到的解卦方式去印证？不是，刚好相反，先学该学的，先学该学以后，然后再解卦的过程当中，再把你的直觉放进去。因为你该学的是在70%的情况，你透过学习，你大概都会符合。只是说有30%无法符合的时候，我们要靠经验，要靠对事物的观察，要靠尝试以及直觉。这个时候才是第二步我们要去加入的。所以那基本的那个学习过程，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那个学习的过程，你累积的越多，其实它对你的直觉力是有提升的。
你可能天生有直觉力，可是你没有经过那个学习的过程，你在解卦上的那个直觉力也很难被开发出来。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学习累积的过程，而且你如果做的越扎实，你那个直觉能力就会被开发的越好。我记得老师有讲到说，因为易经太多人讲过了，那老师特别提到一个甲骨文的解义，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某一些东西被推翻了呢？还是说被修正了呢？其实甲骨文对研究易经贡献很大。我们现代人有资格说，我们有可能比古人更懂易经。其实甲骨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古人不知道甲骨文。甲骨文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尤其民国初年的时候才开始受到重视，然后很多学者对它做研究啊，所以它是一个现代的东西。所以你说一个宋朝的人他研究易经，可能他看的古书比我们多，可是因为他不懂甲骨文，而这个易经诞生的时代可能就是一个使用甲骨文的时代，所以那个甲骨文所展现出来的形象跟它所包含的意义，你用那个意义来直接解释这个经文，有时候会更贴近它的原意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现代人敢这个斗胆的说，我们有可能比古人更懂易经，我们靠的就是甲骨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甲骨文之外，我们现代人这个考古的成果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挖到商朝的墓，看到里面很多东西。一个汉代的人他看不到这个，一个汉代的人他对商朝的认识不见得比我们现代人来得多。然后这个易经刚好是商朝末年这个周朝初年，在这个时代变化当中它诞生的一本书，所以我们现在累积很多考古上面的知识，这方面也让我们对易经的认识可能比宋代的人或可能比唐朝的人更深更多。好，这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敢这个夸口的说，我们有可能比古人更懂易经，靠的就是这两点。好，那就是说现在就是有甲骨文之后，大家就一直用这个工具，但是我有一点点感觉，他把这个工具用的有一点太过夸大，我感觉有点夸大。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书就是说这个易经的东西根本就是杀来杀去砍来砍去啊，每一个字都是跟杀人砍人有关了。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反对。为什么？因为很多字的造字的源头它真的就是跟刺激人类情感这种非常强烈的刺激的那个现象跟它结合在一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成功你功成名就你成大功立大业，好，就这个成功，大家相不相信成功这个成字，成这个字它是指斧头，而且说不定是砍人的斧头，所以它的造字的本意可能就是一场战争，它可能就是指战役的成功，然后在战争当中难免有杀戮，所以可能就会有人可能就被砍头了或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使用这么频繁这个字，它的最早诞生可能来自于战争的这个事实，但你总不能把这个成这个字，反正任何地方有用到成，你都说这个是你都说这个是杀人，你都说这个是把人头砍下来，因为可能最早的时候是这样解释，可是在演变过程当中，可能100年后大家就不会直接联想到它跟杀人是有关的，或者200年后、300年后，它的意义会不断的扩大，那就可能不是它的意义会不断的转变，像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写成都是正面的意思，我们完全不会把它跟杀人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是标准的易经的例子，就是易经有一个卦叫中孚卦，那个孚就是比如说浮在水面上那个浮，你把3点水去掉，这个字念孚。这个字最早在甲骨文里面出现，它的意义是当作俘虏，比如你旁边加个人字边，你要漂浮的浮，水拿掉，加个人字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俘虏的意思？那古代战争很多，部落战争或者说部落战争非常多的时候，这个“俘”这个字
在甲骨文出现的时候是当做俘虏啊，战败的人啊，你可能要为战胜的人可能要为他做工，好，就有人说这就是当他的奴隶可以啊，你要这样解释可以，这个就是战俘嘛，哈，你可以指挥他去做一些劳动力很强的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当周朝慢慢形成一个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国家组织之后啊，就是我们说封建制度，它成立封建制度以后，它这个大量的减少战争，它变成一个它的政治秩序就开始变得很清楚，所以那个部落战争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当部落战争大幅度的减少的时候，这个俘虏的意思就开始转变了，它变成什么？它变成服从，变成服从的意思。比如说尚书里面可能有类似的，就天下咸服，大家都服从你，就用的是这个服，就去掉三点水这个服。这个转变需要多少时间？100年就完成了。就因为你整个制度新的制度出来，新的制度大家又实施了2代人、3代人，那这个原有的概念其实就完全转变了，它已经不是这个战俘俘虏的意思，它是顺从的意思。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我们顺从当然是指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顺从，那再往下发展，它就会产生一个相对性的关系。如果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要顺从，那么请问地位高的人要对地位低的人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好，那这个我们在后代的这个四书五经里面，我们在后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他要展现出一种保护的态度。我保护地位低的人，然后地位低的人就顺从我。所以这个服它又有保的意思，就保护的保，这个就是孟子讲的那个保民而亡。所以你光一个字一个服字的演变，我感觉就是从最早的战争，然后一路的文明化，一路的政治理性的出现，礼乐制度的建立，到后来成为儒家儒家的政治哲学核心，就是这个服字，就是上位者。你的正当性是因为你有能力保护你的人民，你有能力让你的人民安居乐业，你有能力让人民下面的人民过好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在政治上你的正当性，甚至你的合理性都是从这里出来，都是从服这个字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商周这个时代转换当中，你不要小看那只是200-300年，这200-300年太多事情发生了，所以你要看它产生什么变化，而不要要追本溯源，从就是第一秒钟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正确，不一定，第一秒钟发生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是变成其他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你如果你这个人的诞生第一秒钟，那个诞生那个样子，你觉得好看吗？其实是很难看的。但是我们就是活了20年、30年，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符合我们理想的样子。那你觉得是20-30年后的你才是真正的你，还是诞生的那第1分钟、第1秒钟才是真正的你？因为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用这个例子就来比喻说。就是我们如果过度拘泥于甲骨文的本意，好像也是过度。用这个来解释易经，也会产生这种脱离了易经真正想要教我们的事情。我觉得易经非常艰深，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常常忘记。可是是不是要把64卦跟每一个爻辞都要记熟，我才能真正的很灵活的去运用啊？你这个问题类似于比如说古诗词水调歌头，我是不是把它背熟了我就能够完全理解这个诗词的意境？显然不是，就是把它背熟，当然有对你了解整个诗词的意境是有帮助的，可是恐怕不是因为你背熟你就全部都懂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会问说，那是不是我把它翻译成白话以后，我就对整个诗词的意境我就完全了解了？也不是，因为翻译白话可能也只是帮助你了解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
让你了解。那差在哪里呢？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古代的语言，除了它是什么意思以外，就把它白话翻译。除了它的白话翻译以外，它还需要解读。就是这个话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就是它需要解读啊。我就举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疫情期间啊，中国大陆啊，比如说它的经济状况啊，这个某一年的年成长率啊是4%。好，那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你可以怎么解读？我就举2个极端相反的解读方式啊，我就说啊，你可以这样解读，你就说在全世界遇到这个新冠风暴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大部分国家都是负成长的情况底下，居然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可以达到4%，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这是你一个解读方式。好，我跟你讲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解读方式。在过去中国经济连续30年快速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一年它的成长率是最低的，30年来最低的。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解读方式？可是这2种解读方式是代表2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啊，2种完全，一种是代表正面的意义，一种是代表负面的意义。所以，但是它的事实是同一个事实，但同一个事实却可以这样子去解读，也可以那样子去解读。所以我的意思是，如何正确的解读是一种功力啊，它可能跟白话翻译还没有关系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讲最简单的乾卦啊，乾卦的卦辞大家都会背，只有4个字，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啊，但大家都会背。那我是把它背下来，我就对乾卦的卦性就有深刻的了解呢？显然没有，你没有办法背下元亨利贞这4个字，你就对乾卦的卦性有深刻的理解。那我再进一步，我把它翻译成白话好不好？元代表大，亨代表顺利，利代表得到，这个贞代表这个坚定稳固踏实等等的哈。我这样白话翻译了，有让你对乾卦这种精神，它整个卦的精神，有让你就完全掌握了吗？蛮抽象的，其实也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它其实是需要更深的解读，就是元亨利贞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就元跟亨合起来，它代表做事情很顺利。利贞那个贞，我比较用一种宗教性的解释，就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这非常专注，非常虔诚啊，就是这种宗教精神的态度。那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那似乎这是代表某种广义的修行。那前面的这种做事情很顺利，这种元亨，它某种代表广义的福报。所以元亨利贞似乎是广义的福报以及广义的修行。那广义的福报跟广义的修行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那我们如果站在宗教的角度，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易经》最早是从宗教诞生出来的一本书。我们如果站在宗教的角度去感受它，你就会很自然，就是人必须透过修行，然后这个修行就是精神性的哈，透过修行，然后会让你的福报产生。可是你这个福报产生，你又不能忘记修行，所以这个福报的产生其实是要来帮助你的修行。而你有修行之后，又会产生福报，所以让修行跟福报之间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这是你从这样去理解，你就发觉你可以了解乾卦的那个卦性。那个卦性就是它一定是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上升、不断的循环、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那我常常问同学我们人生如果在工作上是不断循环、不断上升，但这个上升又不是突然上升，那可能还比你想象的稍微慢一点。我说，请问这是一个好卦还是一个坏卦？大家有人说是好卦，有人说是坏卦。我就说，这个我们学易经的人不要上当就是64卦没有一卦是绝对的好卦，没有一卦是绝对的坏卦，都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态度，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它。那个吉凶是由我们的态度来决定，而不是由这个卦本身来决定，也不是由
这个事情本身来决定，而是由我们的态度来决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一个20几岁、30岁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你很想学东西，有很多你在学校学不到的，必须进入企业才学得到的东西，你充满学习性。这个时候你在那边绕啊，努力啊，然后慢慢累积经验，慢慢提升，越学越多，然后这个学到一个地步以后，也加薪了，然后职位也提高了，不对，人生不断在学习成长，这个当然是好瓜，因为你抱着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啊，你愿意多做啊，多经历啊，多去克服困难，然后越学越多。可是我如果反过来说，你今天已经是快60岁了。然后公司给你的任务非常沉重，你还必须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奋斗、不断在解决问题、不断成长，那边转啊，那其实你薪水已经很高了，你的压力还是很大啊。就是他能够帮你加的薪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新进人员1年给你加5000，你就很有感。可是当你快60岁了，你的薪水已经很高了，他给你加5000，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时候，这个钱卦对你来说，你就觉得有一点吃力。你就觉得我都这个年纪了，我还要这样子这么拼老命了每天加班，这人的心境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提不起那个阳气，你已经提不起那个充满学习的那种对学习充满快乐的那个心情，所以年轻人他还有这种心情，他提得起这样的阳气，所以他面对乾卦的时候是吉卦。可是当你就是体力已经衰弱了，就是年轻人加2天班无所谓，你体力衰弱加1天班你就觉得很吃力，隔天就没精神。这个时候你还在走乾卦，你就会觉得对你来说，不单单是体力不堪负荷，可能精神也不堪负荷。那你又提不起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困难的话，这个情况底下，这个乾卦对你会辛苦一点。所以就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好，没有真正的不好啊。在我们这个可以让自己产生正念思考的时候，它变得好了。这我们已经很累了，已经提不起正念思考了，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不好。所以我的意思是一样，就是你怎么样充分了解64卦，以及把64卦放到生活当中，可能不是只有把卦辞爻辞背下来，也可能不是只有把它翻译成白话。说不定你还对它有更深的解读，这个更深的解读可能是也把我们的生活智慧放在里面，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更深的解读。这个没有那个更深的解读，我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易经，也没有办法让易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产生帮助。